自從2024年越來越多的選擇 AMD Ryzen 9000系桌面平台，主流散熱器的選擇也發生了不少变化，而不再是得性能得天下的现象，而是開始注重性能以外的體驗，這就包括了品質耐用性、整體噪音表現以及安裝體驗，甚至是對外形的追求也越來越多。尤其是在風冷散熱器領域裡，以前那種要性能選雙塔的甚至，在 AM5 平台裝機成為主流之後，因 AM5 的設計與樂園位置特性，而使得單塔的熱管布局效率比起雙塔來得更加高，這讓這一封聖旨的含金量也就越來越低了。因此，各大散熱器品牌也都開始開發與推出全新設計的旗艦級單塔風冷散熱器產品。而在我頻道內也陸續給各位亮相了來自各個品牌新推出的單塔旗艦風冷款式。而如今另一家的單塔旗艦風冷也到我手上了就是這款來自超频商 PC Cooler 新推出的 RG700D 7熱管雙風扇旗艦單塔風冷。這裡先給各位一個總結它或許不是目前單塔旗艦風冷的版本答案，但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它絕對排在前3，同時是兼容性與安裝體驗結合的最好的一款。超頻商 RG700D 延續了超頻商自家的秦系列設計語言保持了簡約高耐看性的外觀設計特性。這一點時常接觸超頻商家風冷產品的玩家必定能一眼就看出來。採用了7根6毫米熱管的單塔設計，並將塔體加寬到了60毫米寬，底座採用了熱管具和焊接工藝的鍍鎳銅底即使是多達了7熱管，也能夠有效讓 CPU 頂蓋與所有熱管進行接觸，確保所有熱管都能起到作用。RG700D 一共是有2個版本，分別是普通塑料頂蓋以及全鋁 CNC 頂蓋版。我拿到的是全鋁 CNC 頂蓋的版本，頂蓋質量沒話說，畢竟是一體 CNC 成型，邊緣細膩度非常高，而同時採用了磁吸式設計，頂蓋的安裝體驗也非常輕鬆。經常接觸散熱器的玩家都知道在狹窄機箱裡盲操扣鐵絲，甚至把塔體散熱鰭片按歪的痛苦。而這一次 RG700D 將徹底告別古老又容易滴血的鐵絲扣條，而是採用全新的螺絲卡扣設計。通過風扇4角的反向螺絲扣配合在塔體2面各4角的卡扣凹槽，只需將風扇直接扣上即可非常的輕鬆簡單雖然整體安裝體驗與其他家嶄新的滑扣設計大致相同，但超頻商這次的螺絲卡扣有一個其他家的滑扣設計都沒有的巨大優點，那就是風扇兼容性。RG700D 由於是將風扇整體以開放式形式展現出來，並不像其他家的滑扣設計有個風扇框架或遮罩，這讓 RG700D 的螺絲卡扣設計幾乎能夠兼容所有12厘米規格風扇不會出現只有特定扇寬設計或厚度才能夠與之兼容。只要主板的 I/O 裝甲以及內存沒衝突，你要前後安裝38毫米厚的3壓9RA 都是沒問題的雖然我沒有9RA 給各位展示就是了。這破天荒的設計與突破性，算是結合了簡易安裝與極高兼容性的特點反正這個設計必須給個大大的讚當然我是希望各大品牌能夠推進這類設計，如此一來就真的能夠告別萬年的滴血鐵絲扣條了。配上部分搭載了2把全新開模的取熱 F5T120 風扇採用了多段型曲葉葉緣設計，可以讓風扇風流的覆蓋面更全，從而提升散热效率，並且給這2把風扇都配備了進口 NMB 雙滾珠軸承，以及採用了雙下散熱的設計。前面的正向風扇給到了最高2400 RPM 的轉速，背面反葉則是給到了2250 RPM 的轉速，以達到降低高頻噪音與間歇性共振噪音的問題。扣具的部分這裡就簡單帶過，超頻商家的風冷扣具體驗一直都是屬於第一梯隊的，這次自然也是繼續沿用下去，基本上是沒有特別的短板，完成度和體驗都非常高，而且整體兼容性也都非常好，即便是在一些顯卡插槽在第一槽的主板，在不拆下顯卡也能夠有非常好的安裝體驗。当然，光是好的設計還是遠遠不夠的，肯定是要扒框看看它的性能表現否則就像是我前幾年分享過的某家風冷一樣只有設計卻沒有性能最終市場反響平平。那超頻商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並沒有顯然這次超頻商是帶着誠意來的。在我吹完
分享完 RG700D 的規格與設計後，來八卦看看它在3種平台下的散熱表現。當然為了衡量基準，肯定是少不了同定位的其他家競品。這裡我準備了酷冷的 Hyper 612 FS 以及瓦爾基里 VK 的 R155L。只可惜之前評測完九州風神的 AK700DG 的 MYS 後就還回去了，因此只能安排他們家的旗艦 Assassin 4 VC 至尊版，順帶看看和雙塔風冷的差距。這是平台的硬件列表，這裡我給各位列出來，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暫停參考一下。同時也要聲明一下，本次的測試成績是基於我手上的樣品所測出來的，在考慮到散熱器本身存在物理體質的差異，最終的測試成績僅供參考。先來看看1490K 在255瓦功耗下的表現，全碼數下 RG700D 的成績非常出色，對比兩款競品遙遙領先3度，只落後旗艦風冷 Assassin 4 VC 至尊版1度。隨之將轉數拉低至同43分貝噪音轉數下 ，RG700D 就沒滿數狀態下的絕對領先了，與 Assassin 4 VC 至尊版的溫差拉開到了5度，但還是略勝於另外2款同定位產品1至2度。最後，我還將3款同定位產品的風扇都換成了前後2把 RT-P12 Pro PSD 高轉速性能扇，來看看3款純塔體的性能差距。而這時候規格最好的 R155L 總算是發揮出實力了，以1度之差略勝 RG700D。不過這是搭配雙風扇下的成績由於 R155L 的厚度過高其實不太推薦加裝多1把風扇的這會導致和後方 I/O 裝甲造成衝突。當然，只是14代平台還不能說明什麼。我們接着看看在 U92850K 進行290瓦功耗時的測試。滿速狀態下 ，RG700D 一如既往的遙遙領先，甚至持平於雙塔旗艦風冷 Assassin 4 VC 至尊版。切換到同噪音模式下 ，RG700D 的優勢依舊不減，甚至是在同一使用雙 P12 Pro PSD 下 ，RG700D 依舊是3款裡性能最好的，甚至比起塔體規格更好的 R155L 更理想。估計是 R155L 在 Ultra 平台上的表現比較差導致的。這一點在過去幾個類似的橫評裡均為相同。到這裡，大家可能覺得 RG700D 應該也能夠在 AMD 平台上繼續保持着遙遙領先了。然而，事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簡單輕鬆。在 AMD Ryzen 9 9950X 進行215瓦功耗時的測試 ，RG700D 雖然依舊出色，但卻沒能拉開與 Hyper 612 FS 的差距，甚至微幅落後。這並非 RG700D 的性能不行，而是612 FS 針對 M5 處理器頂蓋特性做了優化。當然，代價是在 Intel 平台上的表現就沒那麼極限。另一個很有趣的點則是雙塔 Assassin 4 VC 至尊版顯然是明顯弱於 RG700D 和612 FS， 只小幅略勝於 R155L。這也側面驗證了單塔結構在 M5 平台上也有着更好的散熱效率表現。換到了同噪音轉數模式下 ，Hyper 612 FS 的優勢進一步放大，成為此環節表現最好的一款。RG700D 則是略遜1度左右，持比 Assassin 4 VC 至尊版。最後在同一雙 P12 Pro PSD 風扇模式下，3款單塔旗艦風冷的表現只能夠說是幾乎一致。這也驗證了在 M5 平台上單純堆熱管數量不如底座貼合度來的關鍵。因此，如果你是純血 A 炮玩家，這點微弱的差距或許會讓你糾結一下。但不能否認的是，即便是在底座貼合度不佔優的 A5 平台上導致成績稍微略遜於 Hyper 612 FS， 可 RG700D 的綜合素質依舊拔尖，整體性能表現還是非常出彩。Intel 平台就更別說了，性能表現完全是同品類第一梯隊的。同時也能夠發現 RG700D 在進行換上後，性能並沒有獲得明顯的加強，這也足以說明超頻3的 RG700D 出廠狀態就足夠優秀了，出廠標配的風扇足以發揮這塊塔體的實力了。只不過縱使RG700D 的散熱性能表現非常亮眼，甚至在某一些平台能夠實現斷層領先，但它還是有個小缺陷，那就是噪音。這裡我先給各位放出本次測試4款風冷的噪音演示。从噪音表现，你就能发现 RG700D 的整体噪音明显更高一些。虽说在降低转速后，在从噪音依旧能有强悍的性能，但对于一些噪音体验较为敏感的玩家，這的確是一個扣分項，這點沒得洗。
至於價格，普通版的價格為3500元，全鋁 CNC 頂蓋的價格則是409。這個價格你們覺得如何？我覺得對比其他同定位型號 ，RG700的定價還是比較合理的。回想起幾個月前我對 RL 有着極高的評價，如今在其他牌子不斷推出新品後 ，RL 反而顯得較為一般了，說明了其他各家品牌確實有用心推出新品。對此我其實是喜聞樂見的，畢竟能激勵各家品牌不斷做出好東西，最終受益的還是我們這群玩家。而這時我就很期待，還有哪些品牌會相繼推出這類單台機械風輪呢？讓我看看其他品牌還能夠將這個品類玩出什麼花樣了。以上就是本期關於 PC-Cooler 超頻剎 RG700D 的體驗分享了。你覺得這一次的 RG700D 展現的風扇螺絲卡扣設計如何？你會為了性能和安裝體驗稍微犧牲一點點噪音嗎？歡迎各位評論留言交流，給出你們的觀點和看法。那本期節目的內容就到此為止了。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這會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感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